親愛的朋友們，歡迎來到微光夜讀。那張請柬是傍晚時分塞進門縫的，像一片枯死的蝴蝶標本，帶着某種廉價香水的腐爛氣息。請柬的紙質是那種炫耀式的厚重，燙金的字體在門廊昏暗的声控燈下，閃爍着一種鬼火般的虛張聲勢的光芒。10年同學會，地點在城中心那座新建的狀如金色竹筍的摩天大樓頂層，一家名為雲頂天宮的酒店。陳默用2根手指把它夾起來，如同夾起一只死去的蟑螂。他不想去，這種所謂的會，不過是一場披着懷舊外衣的赤裸裸的財富與地位的展覽會，像一群在泥沼裡撲騰了幾年的青蛙，終於有幾隻跳上了幾片更大的荷葉，便迫不及待地要呱呱叫，讓所有還在泥裡的同類都聽見。陳默覺得自己就是那隻還在泥裡的，不，他甚至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在泥裡，或者在荷葉上，他只在他那個由代碼和數據流構成的鐵盒子裡感到安寧。他的鐵盒子就是他的家，一個2室1廳的舊房子。客廳裡沒有沙發，沒有電視，只有3面牆頂天立地的服務器機櫃，機器運行時發出單調而持續的嗡鳴，像某種永恆的催眠曲。空氣裡永遠彌漫着一股臭氧和灰塵混合的乾燥味道。這就是他的王國。手機響了，像一隻被掐住脖子的鴨子在尖叫。是李浩。電話那頭的聲音像是被爆竹炸過，充滿了熱情洋溢的毛躁感。墨子，收到了吧？請柬，這次你可得來啊！10年了，整整10年了。咱班長說了，不談成就，只敘舊情。真的，就敘舊。陳默把那張請柬扔進垃圾桶，他發出一聲輕飄飄的、毫無分量的回響。敘舊很麻煩，他說。麻煩個屁，你就是太懶了。你再不出來見見人，我怕你下次出門，太陽都得把你曬化了。出來吧，薇薇。林薇也來。李浩在那頭突然壓低了聲音，像一個蹩腳的間諜。沉默沉默了。林薇這個名字像一顆被遺忘在口腔深處很多年的水果糖，你以為早就化了，卻在某個不經意的瞬間，舌尖又觸碰到了那一點點堅硬而頑固的甜，或者說酸。他記得10年前那個夏天的傍晚，學校的香樟樹下，空氣濕得能凝出水來。林薇看着他，眼睛裡是一種他看不懂的，混雜着失望與決絕的光。他說：陳默，你就像一台沒有聯網的電腦，活在自己的世界裡。他說：你很好，但你給不了我想要的生活。他說：你太悶了，我受不了了。那時候他確實給不了他什麼，除了圖書館裡徹夜不眠的陪伴和兜裡僅有的50塊錢，為他買的一支廉價的口紅。他來不來和我沒關係。沉默的聲音聽不出什麼波瀾。哎呀，我知道沒關係了，這不是想着見見嗎？好歹，對吧？你要是不來，我可就自己去了啊，到時候被那幫孫子灌死，你可別給我收屍。李浩開始耍无賴。沉默嘆了口氣，他看着機櫃上一排排閃爍的綠色指示燈，那些冰冷的精確的光點，像一片永遠不會出錯的星空。他想，或許去看看也好，去看看那些曾經在同一片星空下的人，如今都飛向了怎樣不同的軌道。於是他說：好吧。他從衣櫃裡找衣服，衣櫃打開，一股樟腦丸和舊衣服混合的陳腐氣息撲面而來。裡面清一色的格子襯衫、牛仔褲、運動服，像俄羅斯方塊一樣整齊，但毫無新意。他隨便抽出一件看起來還算乾淨的格子襯衫，
一條發白的牛仔褲。然後他拿起車鑰匙，走出了他的鐵盒子。他開的是一輛國產的電動車，3年前買的，補貼後7萬塊。車身積了一層薄薄的灰，像一件沒人疼愛的玩具。車子無聲地滑進城市的夜色裡，窗外的城市是一頭由霓虹燈和鋼鐵組成的巨獸，無數的玻璃幕牆反射着破碎的光影，把天空切割成一片片不規則的暗紫色的綢緞。路邊的廣告牌上，一個妝容精緻的女人在推銷一款口紅，廣告語是“吻別平庸”。陳默覺得有點諷刺，10年了，他好像從來沒有離開過那種平庸，至少在別人看來是這樣。車子匯入擁堵的車流，像一滴水匯入渾濁的江河。他不知道今晚等待他的是一場什麼樣的風暴。雲頂天宮酒店名副其實，它高聳入雲，頂樓的宴會廳擁有巨大的落地玻璃窗，仿佛一腳就能踏進星空裡。腳下是整個城市的燈火，像一片被打翻的流淌的黃金和鑽石。陳默走進去的時候，感覺自己像一個走錯片場的群眾演員。空氣裡各種昂貴的香水味，食物的香氣，酒精的辛辣味，還有人們身上散發出來的那種名為成功的帶着油膩感的體味，混合成一種令人窒息的粘稠的霧。水晶吊燈像無數顆被串起來的太陽，光芒刺眼，照得每個人臉上都油光發亮。一個挺着啤酒肚，頭髮梳得像被牛舔過的中年男人看到了他，是當年的班長乾坤。乾坤臉上堆着職業化的熱絡的笑容，但那笑容在看到陈默的一瞬間，像被按了暫停鍵一樣凝固了0.5秒。他的目光飛快地從陈默的格子襯衫掃到他腳上那雙舊運動鞋，眼神裡閃過一絲幾乎無法察覺的，像是看到一件不合時宜的舊家具的鄙夷。哎呀，陳默，真是你啊，稀客啊！乾坤的笑容恢復了運轉，但齒輪間明顯缺了潤滑油，顯得有些乾澀。他伸出手，和陳默的手蜻蜓點水般的碰了一下，那感覺就像摸到了一塊冰。隨便坐啊，都老同學，別客氣。他說着隨便坐，眼睛卻朝着最角落，最靠近廚房上菜口的那個位置瞥了一下。那張桌子像一個被遺忘的孤島，遠離了宴會廳中心的喧鬧和光芒，坐着幾個同樣穿着隨意、神情有些局促的同學。陳默看懂了那個眼神，這個世界總有人要負責把座位分成3、6、9等，而他顯然屬於最低的那一等。他不在乎，他甚至覺得那個角落很好，安靜，可以不被人打擾。他默默地走向那個默席，在他走過去的過程中，他能感覺到無數道目光，像探照燈一樣，從四面八方射過來，在他身上掃來掃去。那些目光裡有好奇，有驚訝，但更多的是一種心照不宣的轻蔑和憐憫。看，那是陳默，當年那個不說話的書呆子，10年了，還穿成這樣，混得不怎麼樣吧？他聽到了一些壓低了聲音的議論，像蚊子的嗡鳴。他面無表情地坐下，桌上的餐具在刺眼的光線下反射着冰冷的白光。他覺得自己就像落在白色餐布上的一粒塵埃，渺小且不合时宜。墨子，一只手重重地拍在他的肩膀上，是李浩。李浩穿着一身不太合身的西裝，領帶歪着，臉上帶着憨厚的沒心沒肺的笑。他一屁股坐在陳默身邊，把這個孤島的寂靜給打破了。我就知道你小子會躲在這位置好，清靜，上菜也快。李浩自己給自己找着台階下，
然後壓低聲音說：“別理那幫孫子，一個個都人五人六的。當年抄我作業的時候，可不是這個嘴臉。”陳默笑了笑，李浩是為數不多的讓他覺得這次赴約沒有那麼糟糕的理由。他從大學時就是這樣，一個善良的、有點缺心眼的，卻總能在最恰當的時候給你帶來一絲人間煙火氣的家伙。他們聊着一些無關緊要的往事，比如當年誰在宿舍裡藏了一隻貓，比如誰為了抄近路翻牆，結果把褲子掛在了鐵絲網上。那些記憶像是從時間的深井裡打撈上來的，帶着青苔的濕氣，遙遠而親切。就在這時，門口傳來一陣不大不小的騷動。宴會廳裡原本嘈雜的聲音，像是被一隻無形的手給調低了音量。所有人的目光都齊刷刷地望向了門口。陳默也抬起了頭，然後他看到了林薇。林薇像一朵盛開在午夜的黑色鬱金香，被簇擁着走了進來。她穿着一條剪裁得體的黑色長裙，裙擺隨着她的走動像水波一樣蕩漾，脖子上戴着一串細碎的鑽石項鏈，在燈光下像捕獲了一把碎裂的星光。她的妝容精緻得像一具假人，每一個細節都無懈可擊，完美地掩蓋了歲月可能留下的一切痕跡。她臉上掛着那種矜持的、恰到好處的微笑，那種微笑，陳默在無數的時尚雜誌和廣告牌上見過。那是一種勝利者的微笑，而他身邊挽着他手臂的那個男人，則像是為了襯托這朵黑鬱金香而存在的一個油光锃亮的花瓶。男人叫張偉，中等身材，但西裝的墊肩讓他顯得很魁梧，頭髮用髮蠟梳得一絲不苟，每一根頭髮都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像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他臉上帶着一種被事業和酒精浸泡出來的紅潤的、志得意滿的光澤。哎呀，林薇、張經理，你們可算來了。班長乾坤像一輛加滿了油的推土機，滿臉堆笑地迎了上去。張偉從口袋裡掏出一疊名片，動作熟練地開始分發，像一個派發傳單的推銷員。天啟科技市場部經理張偉，以後大家有電腦安全方面的問題，儘管找我。他聲音洪亮，帶着一種不容置疑的優越感。天啟科技，哇，那可是咱們市的明星企業啊！人群中立刻爆發出一陣恰到好處的驚嘆和吹捧。張偉很享受這種感覺，像一個國王在檢閱他的臣民。林薇的微笑也因為這些吹捧而變得更加真實和燦爛了一點。她的目光像巡視領地的女王一樣掃過全場，然後她的目光越過了那些光鮮亮麗的主桌，越過了那些諂媚的笑臉，像一顆精準制導的導彈，準確無誤地落在了那個偏僻的、被燈光遺忘的角落。他看到了陳默，他的嘴角不易察覺地向上揚起了一個微小的、帶着一絲殘酷意味的弧度。他挽着張偉的手臂，像一艘戰艦，昂首挺胸地朝着那個角落駛來。高跟鞋敲擊地面的聲音，嘟嘟嘟，每一下都像是敲在陳默的心上。不，他的心沒有感覺，他的心是一塊固態硬盤，沒有那麼多多愁善感。他只是平靜地看着他走近，看着他10年未見卻又無比熟悉的臉。陳默，好久不見。林薇站在桌前，居高臨下地看着他，他的聲音像絲綢一樣光滑，但裡面藏着冰冷的鋼針。陳默抬起頭，點了點頭。好久不見。張偉在一旁，像打量一件待售的二手商品一樣，毫不掩飾地打量着陳默。他的目光裡充滿了那種富有階層對貧窮階層的帶着憐憫的審視。這位是
張偉明知故問：“我大學同學陳默。”林威介紹道，然後又對着陳默用一種炫耀的語氣說：“這是我男朋友張偉，在天啟科技做市場部經理。”李浩在一旁想站起來打個圓場，卻被張偉用眼神給按了下去。“哦，陳默，你好，你好。”張偉伸出手，陳默只好也站起來，和他握了握。張偉的手溫暖乾燥，但握手的時候，他用了一點力，像是在宣示着某種主權。聽微微說：“你當年可是我們系的大學霸，整天泡在圖書館和機房裡，現在在哪裡高就啊？”張偉的語氣像是在關心，但每一個字都像是在盤問。陳默淡淡地說：“自己瞎搞搞。”這個回答顯然在林威和張偉的預料之中。瞎搞搞。林威誇張地嘆了一口氣，那聲音裡的惋惜，像是真的為陳默感到遺憾一樣。他轉向張偉，用一種分享秘密的、親密的語氣說：“你看，我當年就說他這性格不行，太內向，太悶了，不懂得經營自己，也不懂社交，就知道埋頭搞他那些沒人懂的破電腦。10年了，一點都沒變。”他的聲音不大不小，正好能讓周圍幾桌的人都聽得清清楚楚。一些人投來心領神會的看好戲的目光。張偉善解人意地笑了笑，然後像一個長輩提攜後輩一樣，重重地拍了拍陳默的肩膀。那力道讓陳默覺得自己的肩胛骨都在抗議。“兄弟，聽我一句勸，現在這個社會，光懂技術是沒前途的，技術是最不值錢的東西。重要的是什麼？是人脈，是資源，是會不會做人。你看你穿得這麼樸素，還在單身吧？”陳默沒有回答他是不是單身的問題，這個問題像一根針，輕輕地刺了一下。張偉見他不說話，更加得意了。他覺得自己完全掌控了局面。他像一個仁慈的國王，決定對這個可憐的臣子施捨一點恩惠。“這樣吧，看在你是微微老同學的份上，我提攜你，你來我們公司怎麼樣？我讓林威給你在我們技術部安排個網管的職位，雖然工資不高，1個月萬把塊錢，但好歹是個大公司，穩定，說出去也好聽，怎麼樣？考慮一下。”他說完，期待着看到陳默臉上露出那種受寵若驚的感激涕零的表情，但陳默的臉上什麼表情都沒有。他的臉像一面平靜的湖，沒有風，沒有漣漪。他只是看着張偉，然後慢慢的一字一頓地說：“謝謝，我習慣了。”這種平靜讓林威和張偉覺得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他們預想中的羞辱和碾壓沒有得到應有的效果，這讓他們感到一絲不快。在他們看來，沉默的這種平靜只是一種無能為力的、故作鎮定的偽裝，一個失敗者最後的可憐的自尊。林威臉上的笑容淡了一點，多了一絲冷意。“沉默，我們是為你好，你別不識抬舉，大家都是同學。能幫一把是一把，你這個樣子，我們看着也替你着急。”他的話像是在傷口上又撒了一層鹽，還偽裝成是消毒水的樣子。陳默終於笑了，那笑容很淡，像水面的一絲波紋，一閃即逝。“謝謝你的好意，我真的不需要。”他說完，就重新坐了下來，端起面前的茶杯，吹了吹上面並不存在的灰塵，那是一種無声的但無比清晰的逐客令。张偉的臉漲紅了。宴席開始了，奢華的菜肴像藝術品一樣被端上來，但沒幾個人真正關心他們的味道。這是一個社交場，食物只是道具。張偉和林威回到了主桌，那裡是這個宴會廳的權力中心和話題中心，而張偉就是中心的中心。
它像一塊磁鐵，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和吹捧。他舉着酒杯，高談闊論，唾沫星子在水晶燈下閃閃發光。他談股票，談投資，談海外併購，談那些他可能只在新聞裡聽過，卻說的好像是自己親身經歷過一樣的大事件。然後他把話題引到了他最引以為傲的領域，他的公司天啟科技。我們公司現在是行業的龍頭。為什麼？因為我們有核心技術。他故意停頓了一下，吊足了大家的胃口。我們公司耗費巨資，打造了一套網絡安全系統，名叫神盾。顧名思義，就是神之盾牌，堅不可摧。他得意地掃視着眾人臉上崇拜的表情，說出來你們可能不信，這套系統的底層架構，我們不是請國內的專家做的，我們請的是全球最頂尖的、神龍見首不見尾的那種超級高手。光是諮詢費就是按小時算的，1小時這個數，他伸出了一根手指，1小時100萬。人群中發出一陣倒吸涼氣的聲音。這個數字對在場的大多數人來說是天文數字。林威在一旁用一種崇拜的，甚至是痴迷的眼神看着張偉。他覺得自己的男人就是天底下最了不起的英雄。他不時的會用眼角的餘光輕蔑地瞥向角落裡的沉默。他想讓沉默看清楚，這就是他選擇的生活，這就是他放棄了他之後得到的世界。張偉的吹噓還在繼續，而且越來越誇張。我跟你們說個我們公司的絕密。半年前，我們公司遭到了國際上一個非常有名的黑客組織的攻擊，代號暗影。這幫人連五角大樓的網站都黑過，當時整個公司的網絡都快癱瘓了。數據一旦洩露，公司馬上就得破產。他的描述充滿了電影大片般的緊張感，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我們王總臨危不亂，啟動了神盾系統。你們猜怎麼着？他賣了個關子，那幫黑客動用了所有的手段，攻擊了3天3夜，結果連神盾系統的第一道防火牆都沒能攻破，最後屁滾尿流地跑了。啊！全場爆發出雷鳴般的驚嘆和掌聲，仿佛這場勝利是他們共同取得的。張偉享受着這種萬眾矚目的感覺，他喝了一口酒，臉更紅了。他覺得自己的形象在這一刻無比高大，他甚至還故作神秘地補充了一句：實話告訴你們，我們那個傳奇的老闆王海東，王總，今晚就在我們隔壁的至尊 VIP 包廂宴請一位貴賓，我猜就是當年幫我們構建神盾系統的那位神龍見首不見尾的超級貴賓。那種人物我們平時是見不到的，也就是我有幸陪着王總遠遠地見過一次背影。這番話更是為天啟科技和王總蒙上了一層神秘而強大的光環。大家看向張偉的眼神更加敬畏了。他不僅僅是一個公司經理，他還是一個能夠接觸到神人的重要的人物。角落裡，李浩聽得目瞪口呆，他捅了捅沉默，壓低聲音說：吹牛逼吧，這麼厲害。墨子，你也是搞這個的，你覺得真的假的？沉默正在用筷子夾一顆花生米，那顆花生米很滑，他夾了2次才夾起來。聽到李浩的話，他把花生米放進嘴裡，慢慢地嚼着，然後他淡淡地說了一句：架構是我做的，有後門。李浩愣住了。啥？你說啥？沉默沒有再解釋，他只是覺得這張偉口中的故事跟他親身經歷的版本好像有點不太一樣。他記得半年前，他確實接了一個緊急的單子，對方的系統像一個篩子一樣，到處都是漏洞。所謂的神盾
在他看來就是一層紙糊的窗戶。他花了一個通宵沒睡覺，重寫了底層核心代碼，修補了上百個漏洞，然後順手把那個叫暗影的黑客組織給反向追蹤，端了他們的老巢服務器。至於諮詢費，確實是按小時算的，但他不記得自己見過張偉的背影。他覺得今晚這頓飯越來越像一出滑稽戲了。就在張偉的吹噓達到頂峰，他口若懸河地描述着自己是如何陪同王總處理各種驚天動地的大事，如何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外的時候，包廂那扇厚重的雕着繁複花紋的紅木門被人從外面恭敬地輕輕地推開了。門口站着的是酒店的經理，一個總是點頭哈腰，臉上堆着標準8顆牙微笑的40多歲的男人。但此刻他的腰彎得比平時更低，臉上的笑容也從商業化變成了近乎於惶恐的謙卑。他側着身，像一個古代的太監，迎接着皇帝的駕臨。一個男人從他身後走了進來，這個男人不高也不胖，穿着一身看似普通但剪裁極為考究的深色中山裝。他沒有張偉那種刻意營造的外放的成功人士氣場，他很安靜。但當他走進來的那一刻，整個包廂裡那種因為酒精和吹噓而變得無比嘈雜、無比炙熱的空氣，仿佛瞬間被抽走了。所有人的聲音都卡在了喉嚨裡，時間像是被凝固了。男人的眼神像鷹一樣銳利、沉穩，那是一種真正見過大風大浪、經歷過無數次起落沉浮之後才能沉澱下來的眼神。他只是平靜地站在那裡，就有一種無形的、巨大的壓力籠罩了整個空間。全場瞬間鴉雀無聲。主桌上，張偉和林薇的臉色在0.1秒之內完成了從绯紅到煞白的轉變，隨即那煞白又被一種狂喜和不敢置信的激動所取代。張偉手裡的酒杯因為激動而輕微地顫抖着，酒水在杯中晃出一圈圈漣漪。這是他向所有人證明自己身份和地位的千載難逢的從天而降的絕佳機會。他幾乎是彈射一樣的從椅子上站了起來，臉上瞬間堆滿了近乎於谄媚的菊花瓣一樣的笑容。他端着酒杯踉踉蹌蹌的就準備衝上前去迎接。他用盡了全身的力氣，從喉嚨裡擠出了2個字，那聲音因為過度激動而變得尖銳，甚至有些破音。王總，王总，天啟科技的創始人兼 CEO 王海東。這個名字在他們這個城市本身就是一個傳奇。白手起家10年時間，打造出一個市值100億的科技帝國。他是無數財經雜誌的封面人物，是無數創業者心中的偶像。他是一個活在傳說裡的人，而現在這個傳說活生生的出現在了他們的面前。在張偉那一聲尖銳的王總之後，整個包廂的人都像被按下了啟動鍵一樣，紛紛站了起來。他們臉上帶着震驚、崇拜，還有一絲絲的畏懼。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王海東的身上，然後又帶着羨慕和嫉妒，聚焦在了準備上前迎接的張偉身上。張偉是王總的得力幹將，王總一定是來找張偉的。今天，張偉和林薇將成為這個同學會上最耀眼的、獨一無二的明星。張偉的虛榮心在這一刻膨脹到了極點，他幾乎已經能想象到，明天整個同學群裡都會流傳着他陪王總敬酒的無比光輝的照片。然而，接下來發生的一幕卻讓所有人的大腦都瞬間宕機了。那位傳說中的氣場沉穩如山的科技大佬王海東，
完全無視了那個滿臉諂媚、正端着酒杯朝他衝過來的市場部經理張偉。他的眼神甚至沒有在主桌那群衣着光鮮的人身上停留哪怕1秒鐘，他的目光像一台最精密的雷達，迅速的、冷酷的掃過了整個包廂。他像是在尋找什麼，尋找一個極其重要的，讓他都必須親自前來的目標。最後，他的目光穿過了那些驚愕的、呆若木雞的人群，定格在了那個最偏僻的、最陰暗的、靠近上菜口的末席，定格在了那個穿着格子襯衫、自始至終唯一一個沒有站起來的、那個安靜的像一粒塵埃的年輕人身上，定格在了沉默的身上。那一瞬間，王海東臉上的表情發生了戲劇性的、萬花筒般的變化。先是那種商業化的嚴肅，然後是看到目標後的鎖定，接着是辨認清楚目標是誰之後的巨大的、難以置信的驚愕。最後，那驚愕變成了一種近乎於狂喜的、混雜着極度尊敬和一絲絲惶恐的、複雜到了極點的神情。時間在這一刻仿佛被拉成了無比漫長的慢動作，在全場幾十雙眼睛那如同見鬼了一般的呆滯的注視下，這位身價100億、跺一跺腳就能讓城市科技圈抖3抖的傳奇人物王海東，快步，他用一種近乎於小跑的急切的步伐走過了主桌，無視了那個笑容僵在臉上、端着酒杯的手停在半空，像一尊滑稽的雕像一樣的張偉，無視了那些向他點頭哈腰的公司高管和老闆們。他徑直的、目標明確的走到了沉默的面前。他沒有伸出手說你好，他沒有客套說真巧。他做了一個讓在場所有人眼珠子都差點從眼眶裡掉出來的動作。他站直了身體，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襟，然後鄭重的、深深的彎下了他那被譽為千金之軀的腰，朝着沉默鞠了一個近乎90度的、無比標準、無比尊敬的躬。整個包廂死寂，連一根針掉在地上的聲音都能聽得見。然後，王海東用一種帶着一絲激動、一絲不安和一絲掩飾不住的敬意的語氣開口了。他的聲音不大，卻像一顆顆炸雷，清晰無比的傳遍了整個死寂的包廂。陳先生，您怎麼會在這？早知道您在，我應該過來拜見的。您這個字，這個從王海東口中對着沉默說出來的您字，像一顆小型的原子彈，在所有人的腦海裡轟然引爆。張偉臉上的笑容徹底碎了，像一面被打碎的鏡子，再也拼湊不起來。林薇臉上的血色在一瞬間褪得乾乾淨淨，他難以置信地看着眼前這一幕，大腦一片空白，耳邊只剩下自己心臟瘋狂跳動的擂鼓一樣的轟鳴。整個同學會鴉雀無聲，沉默看到王海東也確實有些意外。他本來以為這只是一個雇主和技術顧問之間一次性的純粹的線上交易，交易結束，兩不相干。他沒想到會在這種場合以這種方式再次見面。他平靜地從座位上站了起來，那張默席的搖搖晃晃的椅子發出一聲輕微的呻吟。王總，好巧，和老同學聚聚。他的聲音和之前回答張偉、回答林薇時一樣，沒有波瀾，仿佛眼前這個給他鞠躬的人不是什麼100億大佬，只是一個在菜市場偶遇的面熟的鄰居。他越是平靜，王海東就越是顯得恭敬和不安。陳先生，您太客氣了，是我冒昧，是我唐突，打擾了您的雅興。王海東連忙直起身子，臉上帶着一絲歉意，但更多的是一種見到救命恩人般的激動。
他轉身，從旁邊驚呆了的侍者托盤上親自端起一瓶茅台和2個乾淨的杯子。他給自己倒了滿滿一杯，然後給陳默只倒了1個杯底。他把自己的酒杯放得比陳默的低很多，低到了一個近乎卑微的高度。陳先生，多餘的話我不多說，我幹了，您隨意。他說，上次的事真的是救了我們公司上下幾千口人的一條命，這杯是我代表公司敬您的救命之恩。說完，他仰起頭，將那滿滿一杯辛辣的白酒一飲而盡，動作乾淨利落，沒有絲毫的猶豫。喝完，他還把杯口朝下，示意自己喝得一滴不剩。陳默端起自己的酒杯，輕輕地抿了一口，辣味在舌尖上炸開。他不是很喜歡這個味道。王海東看到陳默抿了酒，臉上露出了由衷的笑容，仿佛這是天大的榮幸。他又給自己倒了一杯。陳先生，還有一件事，我必須當面感謝您。王海東的語氣充滿了對技術的發自內心的敬畏。您上次在報告裡隨手提到的關於神盾系統2期優化的那幾個方向，我們整個技術部上百個頂尖工程師關在小黑屋裡研究了整整半個月，簡直是茅塞頓開，醍醐灌頂啊！您真是我們天啟科技的定海神針。神盾系統、定海神針這2個詞從王海東的口中鄭重其事地說了出來，每一個字都像一把無形的巨大的鐵錘，狠狠地反覆地砸在了張偉和林威的臉上、心上。一些頭腦轉得快的同學已經開始用一種極度古怪的混合着震驚和嘲諷的眼神望向那個還將在半路像個小丑一樣的張偉。張偉剛剛才吹噓過神盾系統是他們公司最核心的機密。張偉剛剛才吹噓過那個構建了神盾系統的神人是他的老闆都要恭敬宴請的貴賓。現在王總親自進來，給這個他百般嘲諷、準備施捨一個網管職位的陳默鞠躬敬酒，稱他為您，稱他為救命恩人，稱他為定海神針。這個故事已經不需要更多的解釋了，真相就像一個被剥光了衣服的人，赤裸裸的、殘忍的暴露在了所有人的面前。王海東沒有在意周圍人那些呆滯的目光，他的世界裡此刻只有陳默。他又客氣了幾句，見陳默似乎真的沒有太多交談的慾望，便立刻知趣地表示不敢再打擾陳默和朋友敘舊。他從口袋裡拿出一張黑色的金屬名片，雙手遞給陳默。陳先生，這是我的私人電話，24小時開機，您有任何吩咐隨時打給我。任何事，他鄭重地強調了任何事這3個字，然後他才帶着滿臉的歉意和尊敬，再次對着陳默微微躬身，轉身離開了包廂。酒店經理像個影子一樣，趕緊跟在他身後，恭敬地為他帶上了門。門關上的那一刻，整個世界仿佛又恢復了聲音，但那聲音是一種比死寂更加令人窒息的詭異的寂靜。王海東走了，但他留下了一場巨大的無聲的地震，整個包廂像是被這場地震蹂躪過的廢墟，所有人都站在原地，表情凝固，像一群被集體施了石化魔法的雕像。他們的目光像探照燈一樣，從門的方向緩緩的、僵硬的轉回到了那個角落，那個他們之前鄙夷、無視、憐憫過的角落，那個此刻仿佛成了宇宙中心的角落。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陳默身上，那目光裡充滿了山崩海嘯般的震驚、困惑、不解、恐懼、探尋，還有谄媚。張偉還保持着那個端着酒杯的姿勢，他的臉
已經不是煞白，而是一種毫無血色的死人一樣的灰白。汗水像蟲子一樣從他那用髮蠟固定的一絲不苟的額角爭先恐後地爬了出來。他終於意識到，他吹噓了半晚上的資本，他引以為傲的一切，在他剛剛百般嘲諷的這個屌絲面前，是多麼的可笑和無知。他吹噓的神盾系統，其真正的神，他吹噓的那個神龍見首不見尾的超級貴賓，其本尊就是眼前這個穿着格子襯衫，他準備提鞋做網管的他的前女友的前男友。這個世界上還有比這更諷刺、更荒謬、更殘忍的事情嗎？就在這時，一個坐在主桌一直沒怎麼說話、戴着金絲眼鏡的男人突然臉色巨變，他的身體像是被電流擊中一樣，猛地顫抖了一下。他指着沉默，手指抖得像秋風中的落葉，他的嘴唇哆嗦着，用了很大的力氣才從喉嚨裡擠出幾個字：神盾系統。半年前，天啟科技的危機，王海東，陳先生。他把這些關鍵詞像串珠子一樣串了起來，然後他得出了一個讓他自己都感到無比恐懼的、石破天驚的結論。他用一種近乎於夢呓的、顫抖的聲音問出了一個問題：難道您就是行業裡那個傳說中的幽靈 Ghost？ 幽靈這個代號像一顆深水炸彈，在場的有幾個同樣是在 IT 行業摸爬滾打的同學，在聽到這個名字的瞬間，幾乎是同時倒吸了一口涼氣。那聲音響亮的，像是要把肺裡的空氣全部抽乾。其他不懂行的人還一臉茫然。幽靈是誰啊？很有名嗎？有人小聲地問。那個戴金絲眼鏡的男人像是在看一群原始人一樣，看着那個提問的同學。他咽了一口唾沫，用一種無比敬畏的，如同在講述神話故事的語氣開始解釋：有名何止是有名，幽靈是我們這個行業網絡安全領域活着的傳奇，一個只存在於傳說中的神一樣的存在。沒有人知道他長什麼樣，叫什麼名字，他只用 Ghost 這個代號接任務，而且他只接 S 級的，也就是最高級別的，足以讓一個巨頭公司瞬間崩塌的危機任務。傳說他每一次出手都能在無聲無息之間化解一場足以顛覆行業的災難。他一個人就是一個軍隊，他的諮詢費是按小時計算的，以100萬為單位，而且你就算有錢都請不到他，必須要有最頂級的圈內人才知道的渠道，才有可能聯繫上他。男人的解釋讓整個包廂再次陷入了新一輪的更加徹底的死寂。所有人都用一種看着外星人的眼神看着沉默。他們終於明白了一切。沉默不是混得不好，不是沒上進心，而是他所站的高度已經遠遠的超出了在場所有人的想象。他的人生根本就不是用公司職位、年薪多少、開什麼車、住在哪裡這種庸俗的標準可以衡量的。他所處的是一個他們聞所未聞，甚至連仰望的資格都沒有的另一個維度的世界。他的樸素不是因為他窮，而是因為他根本也完全不需要靠任何外在的東西來證明自己的價值。他本身就是價值。臨危的世界徹底崩塌了，像一座被精確爆破的大樓，從根基開始一寸一寸地坍塌粉碎，最後化為一片塵埃和廢墟。他的腦子裡像放電影一樣瘋狂地閃回着過去10年的和今天晚上的一幕一幕的畫面。他想起10年前，他站在香樟樹下對沉默說：你給不了我想要的生活。他想要的
是什麼樣的生活？是 LV 的包包，是蒂凡尼的項鏈，是能讓他在朋友圈裡炫耀的海外旅行，是別人投來的羨慕的目光。是為了這些，他才選擇了一個像張偉這樣油滑、世故、懂得用物質包裝自己的男人。他以為自己做出了最正確的選擇，他以為自己終於擺脫了沉默那種平庸的、沉悶的、沒有前途的生活。今天晚上，他挽着他精挑細選的成功人士，像一個驕傲的、打贏了勝仗的女王來到這裡。他想讓沉默看到他現在過得有多好，他想用自己的光鮮亮麗去襯托沉默的黯淡無光，他想用張偉的成功去證明自己當年的選擇是多麼的明智。他嘲笑沉默的穿着，他憐憫沉默的單身，他炫耀新歡的地位，他施捨般的要給沉默一個網管的工作。他做的每一件事，說的每一句話，在真相揭開的這一刻，都變成了一個個響亮的、帶着巨大回音的耳光，狠狠的、反覆的抽在他自己的臉上，抽得他頭暈目眩，無地自容。原來，他引以為傲的一切，他所追求的那些所謂的成功，在沉默的絕對實力面前，被碾壓得粉碎，連一點殘渣都不剩。原來，他沾沾自喜，以為是奢侈品的東西，在別人眼裡可能只是不值一提的廉價的垃圾。他以為自己站在了山頂，其實他只是站在了一個小土坡上。而沉默，他一直都在雲層之上，他甚至連看清他身影的資格都沒有。他想起了剛才，他對沉默說：“你看，我當年就說他這性格不行，太內向，不懂得經營自己。現在想來，這該是多麼可笑的一句話。他不是不懂經營，他只是不屑於經營那種低層次的、虛偽的社交。”他又想起了張偉說：“兄弟，搞技術沒前途的。”這句話現在聽來像一個世界上最大的笑話。林薇感覺自己的呼吸變得無比困難，他想上前去和沉默說點什麼。說什麼呢？道歉還是解釋？他不知道。他抬起頭看向沉默，沉默也正好在看他，他的眼神依舊是那麼平靜。那眼神裡沒有報復的快感，沒有勝利的喜悅，甚至連一絲一毫的嘲諷都沒有。那眼神裡只有一片廣闊的、深邃的淡然，仿佛他和他身邊的張偉以及剛剛發生的一切鬧劇，都只不過是兩粒偶然飄落到他身上的無關緊要的塵埃。他輕輕一吹就散了，他根本不在意。這種徹底的、發自內心的無視，比任何的嘲諷和羞辱都更讓他感到絕望。他終於明白，他失去的究竟是什麼。而張偉則徹底傻了，他不是崩潰，他是石化了。他不僅是在幾十個同學面前丟盡了所有的臉面，更重要的是，他意識到，他可能不是一定得罪了公司的真正的隱藏在幕後的後台和神奇。他想起自己剛才說的那些愚蠢的話，想起自己拍着沉默肩膀，大言不慚地要提攜他。他感覺自己的雙腿在瘋狂地打顫。他不敢想象，明天當王總回到公司會怎麼處理他。他的職業生涯，他賴以為生的一切，很可能在今天晚上就已經畫上了一個無比潦草和可笑的句號。寂靜之後是更加可怕的海嘯般的喧囂。那些之前對沉默視而不見的同學們，此刻像一群聞到了血腥味的鯊魚，瘋了一樣的朝着沉默的那個角落蜂擁而去。他們的臉上掛着那種最熱切、最真誠也最虛偽的笑容。沉默，哎呀，真是你啊，你可真是深藏不露啊。老同學，我敬你一杯。陈總，不，陈先生，
剛才真是有眼不識泰山，我自罰3杯。莫神，加個微信唄，以後多聯繫，多聯繫。一張張名片，雪花一樣的遞了過來，一杯杯酒，爭先恐後的端到了他的面前。那些曾經冷漠的、輕蔑的、看好戲的臉，現在都擠滿了謙卑的、討好的、近乎於朝聖的表情。人性的轉變，在這一刻被演繹得淋漓盡致，像一出無比荒誕的，卻又無比真實的戲劇。沉默被這股突如其來的、粘稠的熱情給包圍了，他感到一絲發自內心的厭煩。他不喜歡這種虛偽的熱鬧，他甚至覺得這些人比剛才冷嘲熱諷的林薇和張偉更加面目可憎。他沒有接那些名片，也沒有端起那些酒杯，他只是從人群的縫隙裡看到了自始至終都默默地坐在自己身邊的李浩。李浩的臉上也充滿了震驚，但他沒有像其他人一樣擠上前來，他只是在旁邊用一種複雜的眼神看着沉默。那眼神裡有為朋友感到高興的喜悅，有一點點因為巨大差距而產生的陌生感，但更多的還是和從前一樣的那種淳樸的、沒有絲毫雜質的朋友之間的關心。沉默對着他笑了笑，這是他今晚第一個發自內心的笑。他端起自己的酒杯，繞過那些伸過來的手臂，和李浩的杯子輕輕地碰了一下，叮的一聲，清脆悅耳。墨子，你牛逼！李浩憋了半天，只憋出這麼一句樸實無華的話。沉默把杯裡的酒喝了，他也只對李浩說了2個字：謝謝，謝謝你一直都在，謝謝你沒有變。沉默不想再待下去了，這場所謂的同學會對他來說已經徹底變成了一場鬧劇，他沒有興趣去享受這種因為身份暴露而遲來的追捧和尊敬。他找了一個出去透透氣的借口，跟李浩告了個別，便從人群的包圍中擠了出去。沒有人敢攔他，他們只是自動地分開了一條道路，用一種敬畏的、仰視的目光目送着他離開。林薇站在原地，失魂落魄，像一個被抽走了靈魂的木偶。他看着沉默的背影，那個他曾經無比熟悉的，甚至有些厭倦的背影。那個背影穿過喧囂和光芒，沒有回頭，一次都沒有，就這樣消失在了門外。張偉則像一灘爛泥一樣癱坐在了椅子上，他知道一切都結束了。沉默獨自一人走出了那座金碧輝煌卻又無比壓抑的酒店。夜晚的涼風吹在他的臉上，帶着一絲城市的塵土味，卻格外清爽。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感覺自己肺裡那些屬於宴會廳的渾濁的空氣都被排空了。他坐進自己那輛積了薄灰的普通的國產車裡，發動引擎，車子無聲地匯入了城市的那條永不停歇的光的河流。車窗外是光怪陸離的浮華的世界，車窗內是他一個人安靜的完整的世界。對於沉默而言，今晚發生的這一切不過是他漫長而孤獨的研究生涯中一個微不足道的，甚至有點無聊的插曲，就像他寫的幾億行代碼裡一個偶然出現的可以被隨手修復的小小的 bug。他的人生價值早已由他親手編寫的一行行代碼，由他默默守護的一座座數據的堡壘所定義了。別人的看法無論好壞，從始至終都無足輕重。他不是一個復仇成功的爽文裡的主角，他只是一個在喧囂落幕之後回歸自我的強大的孤獨的個體。他回到了他的鐵盒子，機櫃的嗡鳴聲像熟悉的搖籃曲，綠色的指示燈像永遠不會隕落的星辰。這裡才是他的雲頂天宮，
感謝大家的觀看，本期故事精彩嗎？歡迎大家在下方評論區吐槽。如果你喜歡這類故事，記得點擊訂閱微光夜讀，並分享給更多的人，這會對我幫助很大。再次感謝大家的觀看。